观察认为，内塔尼亚胡此访的重头戏是与特朗普的会面，特朗普也显得相当重视。他在23号预告自己将在26号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接待内塔尼亚胡。而在24号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内塔尼亚胡也感谢了特朗普在其总统任期内对以色列的帮助，包括促成以色列和几个阿拉伯国家之间达成协议。实际上，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关系微妙。特朗普在其任内高度支持以色列，2017年甚至不顾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则用特朗普的名字来命名戈兰高地的一处地点。然而之后两人却闹掰了。2000年，内塔尼亚胡祝贺拜登胜选，特朗普对此强烈不满，对媒体表示自己遭到了背叛。外界还注意到，就在宣布与以总理即将会面的几个小时后，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公开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来信，同时写道期待26号见到比比，更期待实现中东和平。对此，美国媒体的评论指出，这样的方式确实很特朗普。特朗普呢，实际上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他就一直在不断的利用这个事情来攻击拜登在中东政策上的软弱无能等等。他一直表示，如果他自己执政的话，那么他会短平快的去解决巴以的问题。当然了，我想他作为一个反对派，他批评拜登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说换他本人来执政的话呢，恐怕未必能够对降级巴以冲突起到一个很积极的作用。分析指出，拜登退选后，内塔尼亚胡作为一个敏锐的政治人物，正在权衡美国政坛的最新动态。在遭枪击后，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大增。然而，哈里斯一夜之间的崛起，又让这场选战变得扑朔迷离。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也只能再次选择两面下注。我们看到，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访美之行，外媒普遍认为他来的不是时候。您对此如何看？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谁最关心今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我认为答案是毫无疑问的，除了美国人自身之外，就是乌克兰、俄罗斯、以色列以及伊朗等国家。因为接下来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将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决定着俄乌局势与中东局势的走向。然而最近几天来，共和党与民主党的选战形势可谓是一波三折，非常的戏剧化，处于极度不确定性状态。尤其是这场选战还涉及到了美国的左右意识形态之争，这就让原本兴冲冲的要压特朗普当选的内塔尼亚胡政权，突然之间进退失据，左右为难起来了，不知道要把宝压在谁身上。而同样的困境也出现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身上。无论是对于以色列还是乌克兰来说，一旦在这次大选中压错了宝，其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当前的这场美国总统大选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党争，更涉及到了内政与外交政策之争。而内政外交政策之争的背后，这是根本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甚至是宗教信仰之争，甚至是两个美国与两个世界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压错了宝，另一方将很难原谅他们。而在我看来，民主与共和两党之争，既可以看成是左右两派意识形态之争，也可以看成是所谓的进步派与保守派之争。在美国建国200多年之后，这种左右之争已经完全走向极端化，温和的左派与温和的右派都已经没有了生存空间。那在外交政策上，尤其是在俄乌局势与中东局势上，分别代表左右两派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又持什么样的不同态度？我认为简单来说，在外交政策上，左派的民主党走的是一条干预主义路线，也就是主张美国必须要打意识形态和所谓的人权外交牌，必须要去主导并维持世界秩序，并且要去充当世界警察。而右派的共和党走的这是一条孤立主义路线，也就是主张所谓的美国优先，扫好自己的门前雪，不要管他人的瓦上霜。这两种不同的外交理念与外交政策体现在俄乌局势上，就是民主党不仅要团结和带领北约，帮助乌克兰在战场上打败俄罗斯，甚至还产生了要全面削弱甚至是搞垮俄罗斯的念头。而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这对继续领导北约与发展壮大北约不感兴趣，反对美国花纳税人的钱去支援乌克兰，
甚至是认同俄罗斯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主张乌克兰应该割地求和。不过，虽然民主党奉行的干预主义政策与共和党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在俄乌局势上是适用的，但是在中东局势，尤其是在以色列问题上，这完全不管用了，甚至是抱持着完全相反的态度。奉行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本人，对以色列的支持是无原则和无条件的。民主党虽然也支持以色列，但是这种支持还是有一定的条件和底线的，甚至某些时候还是会反制的。这就是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可能再度当选内心感到窃喜的原因，也是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行程中执意要去会见特朗普的原因。然而，就在内塔尼亚胡以为特朗普将铁定战胜拜登，并且主动讨好特朗普，想要修复两个人的关系的时候，拜登却突然退选了，而哈里斯人为受命，并且在民调上还出现了反超特朗普的架势。这一下就让内塔尼亚胡完全傻眼了，甚至是被整不会了。同样被整蒙圈的还有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他最近跟特朗普打电话，向特朗普拜码头，其实就是在为特朗普即将上台在做准备。然而此举却得罪了仍然在台上，并且极有可能推出哈里斯赢得连任的民主党政府。布林肯国务卿甚至对泽连斯基的墙头草作风公开表达了不满。从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出，美国内部政党政治的生死对决与混乱状态已经完全外溢，并冲击到了当今的世界秩序。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戏剧性的跌宕起伏，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以色列，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中东局势，都已经陷入到了无所适从的状态。所以说，接下来2-3个月时间内，整个世界都将进入屏住呼吸的状态，开始静待美国总统大选的靴子落地。拜登宣布退选之后，哈里斯选情气势如虹，吸金能力更是惊人，在24小时内筹集到了超过8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创下了美国纪录。有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支持率成功反超，目前略微领先特朗普约2个百分点。据称，哈里斯逆袭已经让特朗普感到害怕，他能最终击败特朗普吗？来看看报道。美国民主党近日宣布，该党的全国代表们将于8月7号之前举行投票，确定总统候选人提名。据美联社报道，截至7月23号上午，在拜登退选后的2天内，哈里斯就成功获得2688名民主党代表的支持，远超在第一轮投票中赢得提名所需的1976名代表支持的门槛。这意味着，只要保持势头不变，哈里斯正式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悬念不大。哈里斯也拼尽全力进行拉票。继23号在威斯康星州出席首场竞选活动后，他24号来到印第安纳州，向一个非洲裔美国妇女组织发表演讲，瞄准有色人种族群。We share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a future where every person has the opportunity. 值得注意的是，印第安纳州长期是共和党的地盘。自1972年以来，除2008年外，该州选票都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但2008年，该州支持奥巴马的人占优势，因此民主党看到了其中的有色人种选民的强大凝聚力。据称，哈里斯具有1半的牙买加血统和1半的印度血统。自从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之后，哈里斯的选情简直可以用坐火箭来形容。他此前曝光率很低，甚至被认为是给拜登拖后腿的形象一夜之间反转，成为民主党年轻一代接班人的代言人。哈里斯获得支持的程度远超此前外界预期，尤其是他的吸金能力让特朗普都要惊掉下巴。哈里斯的竞选团队22号宣布，就在拜登宣布支持哈里斯参选后的24小时之内，他们一共筹集到了81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不仅成为今年美国大选双方阵营已经公布的最高数字，更创下了美国总统竞选史上单日最高筹款金额的记录。美民主党数字战略家肯尼斯·彭宁顿评价称，这可能是民主党历史上最伟大的筹款时刻。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该团队称，截至24号，新募集到的资金总额已将近1.3亿美元，超过拜登此前在整个5月里募集到的资金总额。加上拜登宣布退选后转到哈里斯名下的约9600万美元，这个庞大的竞选资金池将成为他挑战特朗普的强有力后盾。
报道称，支持者中就包括民主党最大金主之一、美国媒体大亨麦克布隆伯格、领英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和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之子亚历山大索罗斯。报道援引一名长期为民主党募捐的谷歌公司前高管称，过去几周内，在拜登选情糟糕的情况下，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大多数民主党捐款人都几乎瘫痪了，手里的资金没有流向任何地方。好在如今闸门已经打开。他预计未来几周内，捐款活动规模和成果还会继续扩大。30,000 new volunteers in one day. So to me, it just suggests that there's a level of excitement, enthusiasm. Folks think that she's ready. She's a partner to the president and his accomplishments. 除了金主大量捐款，此前被拜登坚持竞选连任搞得士气低落的民主党也迅速满血复活。党内高层快速表态支持哈里斯，包括美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高层领袖、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23号甚至举行联合记者会，一起宣布支持哈里斯竞选总统。民主党出现这样豪华的助选阵容，被美国媒体形容为罕见。From the grassroots bottom up, we are here today to throw our support behind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I'm clapping. You don't have to. It's a happy day. What can I say? 舒默对民主党所迸发的热情和团结氛围感到鼓舞。他形容支持的力量不断涌现，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美媒此前认为，在拜登宣布退选并转而支持哈里斯后，国会的2位民主党领袖的意见是关键性的，而他们2位民主党大佬也丝毫没有犹豫，稳住了民主党基本盘的阵脚。更出人意料的是，哈里斯接棒也激发了选民的登记热情。由于美国投票率常年维持在60%上下，因此新增选民的倾向十分关键。而根据一个美国选民登记网站数据，自哈里斯接替拜登参与竞选后的48小时内，全美共新增3.85万名新注册登记选民，创下本届选举周期的另一项纪录。其中83%的人年龄在18至34岁。分析认为，他们很有可能是受到哈里斯利用流行文化进行宣传而引流过来的。路透易普所的最新全美民调显示，哈里斯以44%对42%的微弱优势领先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这也是本次大选启动以来的罕见反转。根据同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媒体的联合民调，哈里斯以45%对46%基本与特朗普持平。观察指出，无论如何，这一数字都远胜于拜登此前与特朗普的悬殊差距，体现出哈里斯巨大的选举能量正在激发。他正以超出外界预期的方式引领民主党选情。共和党方面会真正的紧张起来。我们也看到，其实哈里斯是一个被低估的人物。他在这一届政府里面，他实际上是被排斥在决策核心外面的人。那么现在他得到了机会。接棒后，哈里斯立刻对特朗普发起攻势。他23号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首场竞选活动演讲中，以自己曾为检察官的身份，猛烈抨击特朗普的犯罪记录，将正义与犯罪进行鲜明对比。而美国福克斯新闻已邀请哈里斯和特朗普2人于9月17号在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进行一场电视辩论。目前尚不清楚哈里斯和特朗普是否会接受这一邀请，但就在福克斯新闻发出邀请的前一天，特朗普告诉记者，他愿意与哈里斯进行多场辩论。继此前6月27号的拜登和特朗普第一场电视辩论后，2人之间的另一场辩论原定于今年9月10号由美国广播公司主办，但由于拜登退选发生变数。与此同时，特朗普批评美国广播公司对他有偏见，因此主张第2场总统辩论应由福克斯新闻举办。由于报道倾向缘故，福克斯新闻被认为是特朗普的主场。对于哈里斯的口才，有美国媒体认为可能并不在特朗普之下，因为他曾担任加州检察长长达6年。庭上激烈辩论和拷问犯罪嫌疑人，对哈里斯来说是拿手好戏，因此他们之间的辩论也备受期待。就在选情焦灼之际，特朗普的当红搭档万斯却在首次个人竞选活动上露了怯。当地时间22号，万斯前往俄亥俄州，在自己的高中母校进行了一场围绕工人选民展开的竞选演讲。在吐槽民主党会给任何事都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时，他试图引用生活中的例子讲一个笑话，没想到这个包袱完全没响。Well, they say it's racist to do anything. I had a Diet Mountain Dew yesterday.And one today. I'm sure they're going to call that racist too, but
据美媒介绍，激浪是一种深受当地美国底层白人喜爱的柠檬汽水。万斯试图用这个例子来拉拢美国贫穷白人群体，也就是他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中描述的他的朋友们，却没想到现场只响起了零星的笑声。万斯只能通过自己的笑声来缓解尴尬。It's good. I love you guys. 这段被一些美国网民评价为尴尬到脚趾抠地的演讲翻车视频片段，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疯传，更被不少脱口秀节目当作调侃材料。Oh, buddy, you sound like a groom who invited only coworkers to his bachelor party. I love you guys. Thanks for coming to my mom's house. Hey, should we get a little crazy and order another round of Diet Mountain Dew? If the Democrats let us, am I right? Where's everybody going? 观察指出，万斯的从政经历很短，道行尚浅，缺乏竞选集会的历练。实际上，他短短的参议员生涯，此前也并不怎么受共和党资深议员们的待见，认为他的问政瑕疵很多。有媒体认为，特朗普并非不知道万斯的短板，但是他不在乎，他需要的是一个不会抢走自己风头，并对自己崇拜有加的后辈。这种心态在他此前参加电视真人秀节目学徒时期起就表露无遗。He liked me, maybe more than anybody liked me. Really? Really? Vance likes Trump more than anybody else? Is that true? Yes, of course. Makes sense.